哎，你说你敢相信吗？我的婆婆温迪离开我们已经2个多月了，但是她的身影依然活跃在铁岭市县的各个抢菜群，在抢菜这个领域兴风作浪。咋回事呢？温迪在铁岭有一天早上看着我爸拿手机搁那一顿翻一顿戳，都冒汗了。温迪看不懂就问哥哥，你炒股啊？我爸说哎呀，这小区里吧有个采购群，叫凤舞居4群，每天早上放一些非常低价的东西，谁抢着谁得。温迪疯了，深吸一口气。谁抢谁得？你有这正经事儿你不让我干，你问我去不去故宫？去不去故宫？第二天早上自己就在我爸卧室门口踱步啊，特别焦虑，在走廊里就冲里边喊：“那什么，出来没呀？咋样了？”我爸说：“哎呀妈呀，不知道的以为我要生了呢。来，我直接给你拉进来。”就迫不得已把温迪也拉进了凤舞居4群。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坐那儿跟我爸一起抢菜，而且这老太太版图逐渐扩张，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是凤舞居4群的小旋风，在建委家属楼的仨群里，也逐渐被人尊称为洋碴子。洋碴子。很快他回国了，躯体离开了，灵魂从未缺席。咱每天早上6点，正好是他下午3点。哥哥睡懒觉，温迪来放哨。温迪给俺家买那个劣质卫生纸，好几包啊，跟他儿子说：“我给你们买这些东西啊，等我去中国的时候，统一给我钱就行。”大胖姐说：“我给你啥呀？我给你，就你买那个纸，那叫一个拉，那哪是清洁呀？那就是抛光，就是抛光。”那天居然还团了6个味儿的要过期的口香糖，我爸不要，团给了跟我爸同住一个小区的我爷。我爷没牙9年了，就我爷下楼，小卖部老板说：“那个叫温什么玩意儿的外国老太太给你团的这个糖，你赶紧拿着。”我爷说：“我不认识外国老太太。”人说：“就你孙女找那个对象，他妈。”我爷阿兹海默了嘛，拎着口香糖上楼自己捣鼓。我这孙女找个对象是外国人，就够呛。咱妈也是外国人，咱妈也是外国人。整的我爸和我爷都很焦虑，天天拎着个钥匙下楼30回。我说：“爸呀，爷呀，你就笑纳他的热情。我给你们安我用的德诗曼 Q50 F Max 智能锁，不怕忘带钥匙，3D 人脸直接开门，刷个脸门就开了。另外还有10种开门方式，总有办法可以开。后屏幕联动门外160度广角猫眼，可以看清门外情况，智能敏锐又安全。”然后温迪在抢菜群里呢，偶尔也与人发生口角。那天温迪在群里看人发了一个散养走地鸡的照片，一看，哎呀妈，太便宜了，就一顿抢。后来发现照片是鸡，卖的是蛋。他说：“这就属于典型的虚假营销。人进到这个群里，第一眼看的肯定是这图，你图是鸡，卖的应该就是鸡。人对方说：“我图旁边还有字儿，你进群肯定得先看字儿，字儿是蛋，卖的就是蛋。”白热化了。谁能想到2023年初夏的夜晚，铁岭建委家属楼还在就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永恒问题进行着泛国际学术讨论。虽然有矛盾，但就是抢。给我爸抢那个9块9一帘的酸奶，天天抢，给老头都喝白了。我才知道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它是可以治的。我爸现在除了温迪不耐受，啥都耐受，啥都耐受。不光是抢菜，温迪还让大胖媳妇给他取快递，很多都是跟风我二姨砍一刀买的，还有什么3块8的永久煤贴，5块9的数据线，9块9的小白鞋神器，通通寄到北京俺家来。等他下次来完，一次性全背走。幸亏是快递不包邮，要不然这个凤舞居小旋风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但是这快递呢，有时候被放到快递柜里，大胖媳妇上班有时候就来不及取，就容易超时，就得交保管费。目前一共7块5。温迪认为你这个7块5是因为你超时，那你赶紧交了。我老公坚决不交，跟我说：“你看着没？他想完成资本积累，咱们替他卖力，还得给他交保管费，这就叫资本积累的无耻压榨。2块5我都不交，这是原则问题。”目前温迪还欠着他儿子7块5的保管费。这个事儿呢，最后到底是属于民事还是刑事诉讼范畴，就等温迪8月份来的时候，我们拭目以待吧。哎，你说外国家长孩子大了不找对象会不会催婚？也会。温迪已经把大胖媳妇逼到相亲角，替他妹妹物色对象去。温迪的大女儿就玛丽莎嘛，31了，在加拿大的海洋馆工作。前段时间处了个对象，是个华裔。温迪这心里啊挺喜欢，因为华裔的男性给外国人的整体印象是勤劳工作、攒钱养家。但是后来呢，俩人没成，挺可惜的。然后玛丽莎呢，现在就在海洋馆里天天跟这海豚唠嗑，加班不回家呀，就跟他待着。温迪就着急呀，所以上次来中国就问大胖媳妇：“你看这儿全是华裔，在这儿找合适的呢？”大胖媳妇说：“找对象可难了。你看咱自己家人啊，我有话就直说，我肯定爱我妹妹，但是客观来说，她没房没车，赚的不多，心宽白又胖，爹妈靠不上，咋找？”温迪说：“你说的不是你吗？不是你吗？你咋找着了呢？”温迪不理解，他就说：“我想起来，在中国有一个奇观，就是从故宫出来，在公园里有个相亲角，那么多老头老太太，7老80的了，都搁那找对象。我女儿这么年轻，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大胖媳妇说：“那老头老太太是去给孩子找对象去了，不是给自己找。玛丽莎想找，也得老人先去。”温迪说：“那你就先带我去呗，反正你现在长得也不年轻，不年轻。”大胖媳妇还真去了，道上跟我说：“我想了，咱们把格局打开，在这个硝烟弥漫的地方，大家都在拼啥？拼
我有什么？那在这个领域上，我们肯定是没有胜算了，我们就得换种打法，另辟蹊径，拼我不要什么。虽然我啥也没有，但是我啥也不要，反方向的卷吗？反方向的卷吗？然后旁边就站个阿姨，替他女儿来的，举个小牌，上面是他女儿信息。真的啊，女32岁，海归博士，高薪职业，有房有车，父母能给带孩子。然后底下对男方的要求是这么写的：男1.68米以上，大专以上学历，身体健康。没了。我给大胖雪读完，他都惊了，真有豁得出去的，我咋不信呢？哎，这属不属于恶意竞争啊？恶意竞争啊！然后就来个老头替他儿子来找对象的，就搁这看了一眼那女博士的，又看了一眼玛丽莎，然后问这个是不是体制内呀？大胖雪说，在动物园工作算不算呢？大爷说算，是北京动物园还是国家动物园啊？大胖雪说，那肯定不是北京的。老头一听，马上薅走了玛丽莎的简历。我说完了，这老头以为你妹妹在国家动物园呢。大胖雪说，他也没问哪个国家呀。老头都走了，大胖雪还捣鼓呢，咋赢的呢？人家是海归，咱这个只有海都没归。还有这工作是不是体内？啥意思？玛丽莎是喂养海豚，那可不去体内喂去。但是最后呢，就是有感兴趣的，但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利好消息。然后我就跟玛丽莎说，我说你要真有心，咱下次去的时候信息就得写详细点，什么车啊、房啊，很多人也报身高体重，这可能都得写。玛丽莎倒是很真诚，我身高1.61米，体重1。我说哎呀妈，你太真诚了。他说没事儿，我8月份不去中国吗？我到中国就瘦了。我说为啥呀？他说我看中国人都很瘦啊。我说这是啥逻辑啊？那你没看着你哥吗？那要照你这么说，你直接去阿富汗，到了就是石油公主，石油公主。但是他呢还是有心，就是捯饬一下，就是靓丽一下的。温迪说这得你们帮忙。我的同事小蛋推荐了薄荷健康21天全餐，人家把一整天热量计算好了，吃啥都安排清楚，还顿顿变花样，都是中国人口味。我说薄荷10年前我就用过，他家还出了餐食，这可太适合懒人了。大胖媳妇呢就觉得希望不大，不怎么努力。温迪自己非常要强，给我设计了一个模板，邮件发来了，说我儿子不努力，他带去那玩意儿就没有设计感，感觉这人不用心。你看我设计的，你到时候就用 A4 的白纸给我打出来，别的话别说，中间就放一个玛丽莎的大照片，咱长得挺好看的，底下就2行字儿，玛丽莎，一个爱笑的女孩。你看我这个设计还不是说纯白纸，你看周围我还设计了一圈小花，到时候你就往出一发，咱要求的也不多，就详聊呗。我说哎呦我的妈，你这要求的是不多，但是你要的别人也不敢给呀，不敢给呀。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第一次来到中国，那先让他最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首先，最欲罢不能的娱乐项目是打扑克。加拿大老人吧也打扑克，就以前呢，温迪的亲生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住在养老院里，温迪经常去看他。他们养老院有一个巨大的房间，棋牌室，好几10桌，也打，但是几乎鸦雀无声。那小护士每小时得进来溜达一圈，看哪个要劲儿过来拉走。到了雅家人邀请他，温迪咱打扑克。温迪以为大概也是加拿大那种氛围呢，结果别管我呀，我出去了，下次也是温迪出去了。大王，你要不？温迪这牌要不起的时候，他就不说话。但是我二姨肯定要问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要不要？我就问你要不要？温迪也不吱声。大胖媳妇告诉他妈，这话你得接，他们不接受沉默的投降。来跟我学一句汉语，我要不起，我要不起。温迪说啊，我要不起。我二姨啪一砸，要不起，我2勾。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不要，我10勾圈。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对6。让温迪更不解的是，我二姨和我二姨夫2口子，我老姨和我老姨夫2口子，温迪和大胖媳妇3对打扑克。突然后边就多一个人，这人是我姨，叫王玉芬，就绕着这桌子就是一个指点。温迪就问我，这个人在干什么？凭什么公然窥探我手中的命运？大胖媳妇说，你刚来没习惯，在这儿你是打扑克，你是下棋呀，后边总撞个卫星，2手一背，小嘴稀碎，主打一个欢让。温迪刚要出牌，这卫星搁他后边啪一下打他一下。你连勾圈改都没有，你管他干啥呀？温迪说，你连牌都没有，你管我干啥？你管我干啥？然后另外2对哈，就我二姨我老姨他那2对，人家都2口子彼此支招复盘，干扰别人。温迪跟他儿子一伙，那就是互相往绝路上干，不懂团队作战的精神。加拿大人手撕加拿大人，给那个卫星气的是掐温迪。你看你这牌出的，你走了，你给你儿子憋那了，你咋自己走了呢？温迪说，我签证到了呗，我得自己走了呢。我儿子人也不想跟我走啊，人也不想跟我走啊。这是娱乐项目，吃的上最怕去饭店，最爱去农贸市场。他觉得饭店8个人14道菜简直是原罪，尤其知道我们家新换了冰箱，那更是大肆在农贸市场囤货呀。农贸市场多好，温迪最爱的东西是淀粉肠。大胖姐说你加个鸡腿，温迪说我要不起，但是最后迷上了东北烤鹌鹑，因为它4块钱一个，温迪买了10个，现场吃了5个，剩5个放在了保鲜盒里面，带回了北京。娘俩回到我家5分钟没找着冰箱，我说西门子真全件冰箱做到和橱柜一体化设计，这冰箱无冷凝水技术可以防止水分聚集，橱柜也不发霉。全嵌冰箱有3种冷藏冷冻的箱体，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搭配。2个不同湿度的抽屉分储，3倍延长食物保鲜。然后温迪走之前，我爸领他去爬景山了。到了景山顶上，我爸说：“你看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故宫的全景，感受一下这个紫禁城的宏伟。”温迪说：“景山是免费的，那故宫呢？”我爸说：“故宫收门票啊，60块钱。”温迪说：“那我觉得在这儿看就行了。”我爸说：“你不想看看故宫吗？”温迪说：“
我要不起，我要不起。然后我爸给解释说，你知道吗？景山当年这个崇祯皇帝啊，以前也住在故宫里，后来这个清军来了，他就被逼到了景山上，回头啊再看了一眼故宫，然后就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温迪说，因为故宫管他要门票啊，他也要不起，他也要不起。